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当今世界最大的矛盾就是逐渐走向常态化的中美冲突。中美冲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是意识形态冲突？是制度冲突？还是像亨廷顿所说的是源于文化和文明的冲突？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这期视频我会试图从经济角度来探求中美冲突的本质，为什么它不可避免？曾经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趋势前途何在？首先，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被信奉丛林法则的人广泛认同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是由美国的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2年提出的。这个说法认为，中美冲突的本质是一个新兴强国威胁到现有强国的霸主地位时所导致的冲突，而其他方面的冲突是次要的。简单的说，就是当老大的霸主地位受到老二崛起的威胁时，双方出于彼此的嫉妒，就很容易引发冲突。而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名字是来源于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在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一段话。修昔底德说，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然而，细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斯巴达和雅典的冲突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斯巴达的寡头制度和雅典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而纵观国际关系的历史，由于老大和老二争霸就引发剧烈冲突，也不是一种常态。那么，中美冲突的本质是像美苏对抗那样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制度冲突吗？还是像亨廷顿所说的是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呢？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到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和中美曾经拥有过的蜜月期，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触及到冲突的本质和直接的动因。而且无论是制度论还是文化论，都没有能清楚地指出中美的社会制度或者文化中具体有哪些不同点是造成冲突的核心。从美国这方面来说，美国在成长为世界霸主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大概是从1880年代到一战开始时，美国和原来排在前面的英国、德国等国都没有发生过剧烈冲突。唯一进行过的争霸战争是19世纪末针对西班牙的一场实力悬殊的美西战争。一战、二战是其他列强的争霸引起的，美国是迟迟不愿加入。可以说，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对外政策有很强的要保护国民利益的实用主义倾向。美国很少单纯的出于争霸的目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要和别的强国陷入剧烈冲突，除非对手的实力非常的弱，不需要自己付出什么代价。如果对手的实力非常弱，那么美国对外用兵时要说服自己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美国政府如果要为了争霸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要和一个世界经济老二搞个你死我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没有几个美国人会愿意。所以中美冲突一定是有着其他更能影响民意的理由。从美国的民意方面看，中美冲突更本质、更直接的动因，很可能是来源于在民意层面经济利益上的压力。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美国历史上的南北内战说起。关于南北内战的原因，传统的理解是由于奴隶制，美国北方出于平等和统一的价值理念，和南方打得血流成河。而最近有很多学者开始更多的从经济角度深层次的理解南北战争的原因。实际上，在南北内战爆发前，南北方的争议和谈判更多的是围绕着贸易和关税来进行的。而在贸易冲突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制度的较量，是自由经济和奴隶制经济，或者说是高人权经济和低人权经济在制度上的较量。当时美国的南方具有非常高的经济效率和活力，如果北方的自由经济对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全部搞市场一体化，那么在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奴隶制经济必然会对自由经济形成冲击，甚至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在南北方的贸易争端中，北方主张贸易保护，主张高关税，而南方主张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南方的顺差经济，
扩大南方的经济优势。从逻辑上看，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对北方的自由经济的高效率优势不仅体现在种植业中，也很可能体现在制造业等其他行业中。我们都知道，资本有贪婪的本性，资本向人权洼地流动，资本家和奴隶主合作割韭菜是很正常的，符合资本本性的现象。如果南方坚持不肯改革自己的奴隶制，如果北方对南方的奴隶制听之任之，那么北方如果仅仅靠经济竞争，是不可能战胜南方、同化南方的。相反，北方的资本还会跑到南方去利用低人权的奴隶劳动。北方的劳工不愿意和在南方奴隶制环境下的奴工竞争，但是如果资本离开北方到南方呢，那么他们可能就别无选择。所以北方的自由人通过战争解放南方的奴隶，不见得都是出于道德和理念的原因，而更多的可能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维护自身人权的原因。如此看来，从直接的影响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南北战争是很难避免的。几十年后，美国的排华浪潮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劳工不愿意和吃苦耐劳的低人权的华人劳工在同一个市场中竞争，拉低自己的人权。有人也许会问，你说奴隶制经济有效率优势，那么为什么非洲的奴隶制和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都没有表现出什么经济活力呢？其实，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优势是有条件的，它必须要依靠和外在自由经济的交流，才能够弥补自己的内在缺陷，才能够表现出效率优势。一个例子是，19世纪俄国的农奴制经济就表现出一定的活力，甚至能够排挤自由经济。这是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利用庞大的西欧市场，另一方面还可以吸收西欧自由经济带来的创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也同样拥有这两个条件，它既能够利用西方自由经济带来的创新，也能够利用西方自由经济的广大市场。奴隶制经济的内在缺陷就在于创新和消费市场这两方面。低人权的环境不利于创造性思维，也无法发展出健康的消费市场。所以，奴隶制经济在自己搞内循环时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就像非洲的奴隶制和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那样，都没有什么优势，因此被历史淘汰。相比来说，自由经济的创新能力更强，消费能力也更强。但是如果奴隶制经济依附上自由经济，那么在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奴隶制经济依靠自由经济对它在资金和创新能力方面的输血，它可能会展现出惊人的效率。这时候，如果希望它因为自己没有效率而被自然淘汰或者被同化，可能就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奴隶制经济在和自由经济的竞争中真的把自由经济搞垮了，它也就失去了创新来源和市场资源，也就会失去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前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对西方自由经济体制造成的危机，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模式的低人权和低成本优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引进全球自由经济的资本和技术，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地占领了全球自由经济的广大市场，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从贫穷中走出来的中国，有着全球最大数量的拥有强烈劳动意愿的组织起来的低人权、低成本劳动力。隔壁的郑经孙老师把这称为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人口红利也在渐渐的消减，而执政者因此也有着创造新的人口红利的冲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模式的低人权优势不仅体现在低工资上，还体现在低廉的环境成本和伦理成本上。低人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样也在于高技术领域，比如在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领域，包括数字支付、疫情的大数据跟踪、云计算、器官移植等等领域，很多技术原创虽然在西方，但是在中国的运用空间、运用规模远远超越了西方。很多技术都要有足够多的数据，数据越多，算的就越准，技术也就越精。低人权国家可以不择手段地获取数据，而高人权国家会受到隐私权保护、伦理等各种规则的限制。
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中，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美国的国际资本可以到全球的人权洼地收割韭菜，也是受益者。但是，美国的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则是明显的受害者。而这正是川普这样的人能够走上舞台和保守主义思想回流背后的经济原因。同时，这也是中美的新冷战区别于美苏的旧冷战的地方。美苏冷战时，双方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各自自成一体，互相之间几乎是隔绝的，所以苏联的低人权不会影响到美国的高人权。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全球化使资本和劳动在全球自由流动。如果中国的低人权不解决，那么西方的人权标准是不可能维系的。更具体的说，就是如果中国农民工的待遇得不到改善，那么欧美福利国家的强势工会，他们原有的很高的劳动保障水平就没有办法维持，欧美劳工的人权就有向中国农民工靠拢的趋势。所以从这点来看，由于两种经济制度的互相渗透和内在矛盾，中美对抗很可能会比美苏对抗的强度更大。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中国如果对自己的人民好一点，它和外部的矛盾就会少很多。最后一点声明，本期视频的很多观点都是来源于对大陆知名历史学者秦晖先生的多次讲座内容的总结、精简和发挥。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留言、点赞，谢谢大家。